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10月8号起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新加坡、日本、泰国等国新上任的领导人都首次亮相，缅甸也时隔3年首派代表参会。在地缘冲突延宕的背景下，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多边会谈，以及东盟与中美俄等伙伴国围绕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对话和讨论，备受外界关注。轮值主席国老挝高官接连发声，指东盟要同心应对地缘政治变化。释放什么信号？东盟如何与伙伴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来看看分析。当地时间9号上午，东盟峰会在老挝首都万象正式开幕。此次东盟峰会主题围绕增强互联互通和韧性，会期3天，共有来自包括东盟国家、东盟对话伙伴国、观察员国在内的20余国领导人，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代表超2000人参与。应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宋赛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9号至12号将出席第27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27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19届东亚峰会，并对老挝进行正式访问。中方支持今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东盟加强联通和韧性的主题，支持老挝当好东盟轮值主席国，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中国和东盟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并把东盟视作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近年来，在双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和东盟战略统筹度和政策协调性不断提升。双方在顶层设计中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目标和前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对接机制，为构建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马来亚大学高级研究员李建友日前在接受深圳卫视直说中国栏目组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对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国家来说都是难得的机遇。 With the rising of the China factor itself, that really will create the thousands of opportunities with all those Southeast Asia in order to build up the Southeast Asia br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今后一段时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经济等领域都将是中国与东盟深化合作的重要方向。此次峰会不仅是老挝在2024东盟轮值主席年唯一的高级别活动，也是东盟领导人和合作伙伴就东盟和本地区面临的许多战略问题进行讨论和做出决策的机会。外界注意到，与去年的峰会相比，今年的东盟领导人全体大会迎来几张新面孔，包括现年51岁的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年仅38岁的泰国总理佩通坦等。有舆论指出，各国领导人会通过演讲展示其政治远见和领导力，新面孔格外受到关注。老挝总理宋赛在峰会上表示，峰会提供重要平台，让成员国共同应对全球急速变化的地缘政治。 Today's retreat session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offering us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the best approaches to addressing challenges facing our region while seizing opportunities to further strengthen ASEA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reinforce ASEAN centrality within the evolv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And this effort serves our shared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peac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both regionally and globally. 此前一天举行的东盟外长会上，老挝外长沙伦塞也有类似的表态。10国外长在会议上还重申了在不断发展的区域架构中加强合作和东盟中心地位的重要性。观察指，面对地区与世界形势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区域安全稳定以及经济复苏和繁荣发展始终是东盟的价值追求。东盟呢是一个多元化的政府间区域组织，那东盟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就是因为始终坚持加强内部团结、协调一致对外发声，并且以发展为主线。地区和世界形势继续快速变化，复杂多变，挑战众多。面对这种形势，东盟应该继续坚持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坚持平等互利的多边合作，与所有的合作伙伴来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为这个地区和国际社会来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美方此次派出国务卿布林肯参加东盟美国峰会、东亚峰会，预计将讨论缅甸、南海和乌克兰等问题。深圳卫视注意到，自2021年拜登政府推动重返东南亚以来，美国以印太战略不断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介入，试图迫使部分东南亚国家选边美国。在拜登政府临近卸任之际，布林肯此访成效几何，也备受各界关注。一份今年6月的民调显示，过半东南亚国家的受访者表示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被解读为在亚洲的重要地区，美国的地位正在下降。人们认为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双重标准，在对华问题上也有自私的利益和目标。这种看法削弱了美国获得更多国际支持的能力。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郭晨曦日前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就针对该民调撰文指出，在许多东南亚人的眼中，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内部功能失调，在海外赤裸裸地推进利己主义议程的国家。文章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很可能导致了东盟国家民意的天平出现了倾斜。该文还提及，近期与他共同参会的印尼外交官就对美国在加沙冲突问题上的立场嗤之以鼻。还有一名马来西亚政府高官对他表示，因对美国的巴以政策感到不满，许多马来西亚人现在正抵制美国的食品与消费品牌。新加坡知名学者、资深外交官马凯硕日前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专访时也提到，中国拥有比美国更明智的长期战略，通过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项目，与更多国家发展更紧密的联系，为未来做出了长期投资。中国正在系统而谨慎地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联系，这恰恰是美国所欠缺的。有鉴于此，东盟国家也在持续释放保持中立的信号。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扎夫尔7号就在万象表示，东盟必须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保持中立，以刺激外国投资。他强调，东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吸引投资的关键。拜登政府虽然始终是强调美国重视印太地区，重视东南亚，但他本人很少出席东盟峰会或者访问东南亚。那东南亚国家看待美国始终是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既希望美国能够更加重视本地区，又始终质疑美国对本地区的承诺。此次布林肯出席峰会，可能更多的还是阐述美国既有的地区政策。那在大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国恐怕很难提出一些新的实质性的政策举措。在整个世界的大动荡之中举办东盟峰会和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些会议的重要性？在世界主要的几个大的发展板块当中呢，东亚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发展推动器和和平稳定压舱石。中国和东盟等东亚各国在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就提出要建设和平家园、安全家园、友好家园。换言之，我们整个东亚地区不仅要在经济利益上成为最大的共同体，而且还要构建最富内涵与活力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和东亚各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从国际风云变幻和自身发展的历程中，深刻地感悟到，和平和发展是最重要、最值得珍视的。这既是时代的主流，更是我们各国人民最为长久的期盼和根本的利益所在。近几十年来东亚正是从战乱纷争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把握住了时代的机遇，坚定走上了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金光大道，由此也改变了我们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成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引擎。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发展之不易，开放之必要，和平之珍贵。我们也切身体会到了团结则兴盛，分裂则衰败的道理。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国际乱局之下，我们东亚更是有100个理由坚守合作和融合，而没有1个理由走向分裂和对抗。中国和东亚各国绝不允许任何人祸水东引，把战火引到我们的身边。在东亚系列峰会之际也有人在东亚地区搞一些小动作制造各类的一些矛盾纠纷等等。
但是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为了维护东亚的和平发展利益，将以多种方式构建符合今天时代需要、满足各国需求、具有综合公约数、照顾各国彼此舒适度的更紧密、团结、包容、互助的和平、安全、安宁的家园。我们坚决地抵制并且防范任何搞乱东亚的企图，采取措施防患未然。中国海警局8号通报，菲律宾船只擅闯黄岩岛附近海域期间，中国海警船全程跟踪监视，依法采取管控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清闯正值东盟峰会召开之际，菲方挑衅行动背后有何盘算，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因素？来看看报道。中国海警8号发布消息称，当天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菲律宾3001、3002号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船全程跟踪监视，依法采取管控措施，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值得注意的是，菲方年内已在黄岩岛附近实施多次挑衅活动，中方均通过执法行动予以挫败。今年5月，菲方派出5艘商业渔船，携带约200名渔民驶向黄岩岛周围海域，蓄意碰瓷卖惨，以所谓平民为肉盾，实施非法侵权活动。结果，中国海警早已在黄岩岛海域严阵以待，菲方闹剧最终以失败告终。此后，菲方玩火动作不断升级。8月，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期间，菲律宾空军一架 NC-212行机不顾中方反复警告，执意非法闯入黄岩岛空域，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南部战区随即组织海空兵力，依法进行识别查证、跟踪监视、警告驱离。就在上个月，解放军南部战区再为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例行性演训活动，实战检验任务部队侦察监视、警巡待战、联合打击等能力。此外，随着7月中方就管控仁爱礁局势同菲方达成临时性安排，以及非法滞留宪兵礁近5个月的菲海警9701船在9月驶离，观察指这也成为菲将目光转向黄岩岛的主要原因。让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它就是采取一个多点出击，然后浑水摸鱼。它这个在黄岩岛在不断的这个冲闯，它是让把黄岩岛重新争议化。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2013年之后，黄岩岛基本上属于中国实际控制，那这个地区也没有太多的争议。那菲方此次非法侵闯黄岩岛的时间点同样值得注意。8号当天，正值地区领导人齐聚老挝，准备参加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之际，菲方选在这一时间点实施挑衅行动，恰恰暴露了菲方借机炒作南海议题、升级紧张事态的险恶意图。此前有消息就指，菲总统马克思或将在峰会期间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并号召东盟国家共同对抗中国。事实上，菲律宾此前曾多次借东盟峰会炒作南海议题，但并未激起水花。面对菲方单方面在南海挑衅滋事，导致局势紧张升温，大多数东盟国家都主张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不愿看到南海生乱。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今年6月曾公开表示，南海问题应在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解决，域外势力插手只会使南海局势复杂化。在南海问题上，中方的立场一贯明确，就是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同有关当事国妥善管控分歧。2002年，中国与东盟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经过22年成功实践，宣言已经成为公认的南海法律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地区国家广泛认可。今年7月，在老挝万象举行的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南海问题再次阐明中方立场。会议期间，王毅会见了菲律宾外长马纳罗，指出中菲关系目前站在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对菲方释放清晰信号。菲律宾在炒作南海问题的时候，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固化的模式，因为它实际上也知道，在海上一线的这种摩擦当中，实际上菲律宾很难占到便宜，所以它是根据这些重要的节点吧，
南海问题试图塞入到这个地区论坛的一个主要议程当中，形成一定的联动，向中国施压。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大肆妄议南海问题，指责中方在南海方向的正当维权行动充满所谓胁迫性。有分析指，布林肯赶在东盟峰会前做出表态，也有制造话题给菲律宾鼓劲儿之嫌。布林肯也将于10号抵达老挝，参加本届东盟峰会。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还在文中妄议中国在南海方向的正常演训活动。事实上，在南海联合盟友大搞演习的正是美国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借口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持续加码在菲的军事存在以及对菲军事援助，并高调重启沉寂数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还拉拢菲方参与多国海上演习。必须指出的是，南海局势不断升温，也与美国不断怂恿拱火脱不了干系。分析指，美国在所谓印太战略框架下，意图通过拉拢地区盟友来达到围堵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但其本质仍是加剧地区军事活动，不仅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氛围，也对地区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对于布林肯的文章，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号予以坚决驳斥，强调采取咄咄逼人行动，到处耀武扬威、施压胁迫的正是美国，而不是别人。南海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从2018年前后，那之前主要南海问题上是中国与东南亚当事国之间的一些这种领土领海争端。那实际上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这个出台，实际上现在主要的矛盾是中美之间的矛盾。美国大力的介入到南海问题当中，包括实际上支持菲律宾这些国家出来挑衅。正是因为美国这种冷战思维，它不断的在挑起地区争端，所以才会使地区变得更加的不稳定。在东亚系列峰会之际，菲律宾等国又在南海生事做小动作，那您又是如何来看待这种局面？相对于菲律宾等国在南海的小动作，我们更应该注意美国的一些大动作。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了拜登虽然无法出席这次峰会，但是他对东亚地区的承诺是毫无疑问的。布林肯将代表拜登来出席峰会，而且呢，将重申美国对东盟与美国印太战略等原则立场，并且呢，会谈及到南海缅甸以及俄乌等问题。与此同时呢，菲律宾等国也在南海小动作不断。可见呢，相关的话题大概是这次的峰会期间难以避免的了。其实上述的所有这些小动作，无论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或者是针对俄国等而涉及中国的，都是以美国为首，策划、实施等等也都是美国在主导，所以可以说美国是关键所在。比如菲律宾等国，无论是从实力还是从意愿上来看呢，都和美国有着量和质的区别。从质上来说呢，美国是对中国有一种修昔底德狂想症，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嘛。而其他的各国呢，虽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和美国有本质区别。从量上来说呢，菲律宾等国的实力，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军事的那加起来也就是美国的零头，也并不能真正对中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而今天的美国呢，恰好又处于百年变局的风口浪尖上，霸权的焦虑和内部的撕裂交织一道，使这个号称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正处于变数最大、最不确定的困境之中。美国对中国呢，其实也是矛盾重重的，他好像整天都在挖空心思的想搞对抗，但是往往是虚张声势多于真枪实弹。而且美国同时也在想方设法和中国搞平衡、协调关系。现在呢，我们中美也确实处在一个止跌企稳的阶段。美国大选的动荡期会延续多久，谁也说不清楚。如果特朗普真的卷土重来，或者是菲律宾有什么变化的话，那拜登做的这些手脚会不会转瞬之间就变成一场空呢？而中国，特别是和周边各国相处之道中的主导性、主动性和塑造性也在不断的成熟，并且在实践当中展现出来。真金白银的利益依存和搬不走的邻居关系，似乎时时反衬出美国主导的上述各种结盟关系的脆弱性
和不确定性。中美的博弈是长期的，但是在中国周边，在东亚，中国毫无疑问占据着主动。8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通话。王文涛重点就美对华半导体政策、限制中国网联车等表达严正关切，强调厘清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尤为重要。但美方依然强硬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容谈判。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近日受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缺乏长期战略，同时应该做好变成世界第2的准备。10月8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通话。本次通话是两国商务部门机制性沟通安排，也是两人今年1月后再次通话。王文涛表示，去年11月，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会晤，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两国商务部在部长级、副部长级和司局级层面保持密切接触，在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解决企业具体关注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美经贸关系应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与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共识，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确轨道。王文涛重点就美对华半导体政策、限制中国网联车等表达严正关切。王文涛强调，厘清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尤为必要，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两国业界合作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中方敦促美方重视中国企业的具体关切，及早取消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并改善中国企业在美营商环境。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官网也发布了两人通话的消息。新闻稿称，雷蒙多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容谈判，并再次强调美国政府的小院高墙做法，旨在尽可能有针对性地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同时为健康的贸易和投资留下空间。新闻稿最后表示，双方同意在未来几个月内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有观察指，随着美国大选临近，拜登政府对华高科技贸易限制到达了顶峰。5月2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维持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征收的301条款关税，并对中国电动汽车及其电池、半导体、钢铁、铝产品等目标战略产品大幅提高关税。同时，美国官员不断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话题。美财政部长耶伦多次声称，美国及西方盟国必须以团结的方式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制造业实力，否则自身产业将处于危险之中。上个月，美国又对中国联网汽车下手。美国商务部宣布将提议禁止美境内智能网联汽车使用来自中国的关键硬件和软件，并希望在明年1月20号前确定最终规则。那么演变成为对华科技的这样的一种领域的广泛的脱钩的趋势，那么这样一种做法不仅是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利益，并且已经成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和这个对抗性加强的非常重要的一种因素，会成为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最难以化解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当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选战正酣，特朗普和哈里斯竞相拿对华贸易和关税说事。在此前的电视辩论中，两人纷纷展示自己对华更强硬。日前，哈里斯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必须赢得21世纪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但不应寻求爆发冲突。他还强调，美国应保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畅通，特别是军事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动用武力保护台湾时，哈里斯并未正面回应。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hypotheticals, but listen,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maintain a one China policy, but that includes supporting Taiwan's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9月29号，拜登政府正式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价值约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培训、反装甲、无人机等项目。这也是拜登在其任内第17次向台当局提供武器，距离上次仅过去2周时间。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9号回应称，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吴谦表示，近年来美方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多次对台军援军售，向台独势力传递严重错误信号。在台湾
问题上拱火浇油，推升地区紧张局势，正在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需要强调的是，武装台湾就是助长台独，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一台制华只会自食恶果。我们敦促美方停止以两副面孔对华，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派做法，停止武装台湾，以免对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干扰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强化练兵备战，全面提升打赢能力，坚决反制反击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干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觉得未来不论是这个哈里斯，或者说是这个特朗普上台，那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加强对台湾的这样一种军事支持的这种趋势是很难逆转的，甚至可能会加大力度。就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未来发展，10月7号，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发布了一篇对新加坡知名学者、资深外交官马凯硕的专访。马凯硕认为，拜登政府过去2年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美关系，但两国的竞争仍在继续。在某些方面，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强硬，例如构建了所谓的小院高墙策略，试图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并没有明显减弱。他还指出，美国政府的主要问题在于，似乎是在没有任何明确、全面的长期战略的情况下，发起了一场对抗中国的运动。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的目标是什么。通过这些措施，美国战胜中国能够带来什么？这一点从未被详细说明过，让每个人都感到困惑。在此前接受香港无线新闻专访时，马凯硕表达了类似观点。There's absolutely no question that the US-China geopolitical contest will accelerate over the next 10 years. There's a sort of very powerfully held consensus in Washington, D.C.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bout 10 years to stop China from becoming number one. So actions against China will increase.马凯硕认为，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行动，美国不可能干预或阻止中国的发展。因此，他建议，随着中美经济差距不断缩小，美国应该开始为变成世界第2做好准备。The United States is a remarkable country. China must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lso never underestimate China. Now, we have never seen before in history.A contest between two powers as great and as powerful a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马凯硕是新加坡著名的学者型外交官，曾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同时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作为长期关注研究亚太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者，马凯硕对中国在脱贫攻坚、应对气候变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他曾称赞中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为世界树立了积极榜样。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地面攻势，向离南部部署第4个陆军师。同时，真主党继续发射火箭弹回击。真主党方面称，被以色列杀害的指挥官均已有继任者，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并未受损，但以方则强调团灭真主党高层。对于如何回应伊朗此前的导弹袭击，美国与以色列正协调立场，具体时间和目标仍未透露。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9号宣称，将从当天起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铁路与公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晚些时候回应称，此次朝方宣称的切断与封锁等措施，只会招致更加严酷的孤立。据央视新闻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声明指，由于与朝鲜方南部国境交界的韩国地区无时无刻的同时多发性的进行侵略战争演习，其力度已完全升级，加之一批批美国核战略资产随时出没，对方不断宣称要对朝鲜政权终结，朝鲜半岛的尖锐军事形势要求朝军方坚决采取更强硬的反制措施，以切实维护国家安全。针对朝鲜南部国境一带的严重事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布，将采取实质性军事措施，彻底分离朝鲜的主权行使领域与韩国的领土。朝方将从9号起完全切断与韩国连接的朝方地区公路和铁路，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整体上看，朝鲜今天这样一个宣布呢，应该是重磅宣布，因为我们知道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特别是近期，美韩呢加大了对朝鲜的军事施压，
尤其是进入10月份以来，我们看到美国最先进的核潜艇到韩国访问，B-1B 轰炸机呢也是飞临这个朝鲜半岛。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威胁呢，朝鲜呢将采取新的这种模式。声明还提及，朝军方永久切断并封锁与韩国交界的南部国境，是遏制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自卫措施。同时，为避免误解，防止擦枪走火，朝方已于当地时间9号9时45分电话通知美军方。所以从朝鲜的角度呢，实际上他也是借此表明，你韩国呢就是美国的傀儡，你做不了主，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从朝方的角度，他核心的这个关切也只有美国才满足他。如果说有机会，他还是愿意和美国进行对话，解决相关的问题。9号下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回应称，此次朝方宣布的切断与封锁等措施，只会招致更加严酷的孤立。韩军方警告，不会坐视朝鲜单方面改变韩朝现状的任何行为，由此而引发的所有事态责任均在朝鲜一边。韩方还指出，如果朝鲜发动挑衅，韩国军方将采取压倒性举措，对挑衅以及支援和指挥力量进行打击。针对目前的朝韩局势，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回应表示，中方关注半岛局势的发展演变和朝韩关系的相关动向。中方认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这需要各方共同为此做出努力。有观察指，近年来朝韩关系持续紧张，美韩密集军演更导致半岛局势持续升级。韩国总统尹锡悦在1号的国军日讲话中威胁说，如果金正恩使用核武器，他将面临政权的终结。尹锡悦还特别提到数万名美军驻扎在韩国。북한이 핵무기 사용을 기도한다면 우리 군과 한미 동맹의 결연하고 압도적인 대응에 직면하게 될 것입니다. 그날이 바로 북한 정권 종말의 날이 될 것입니다. 次日，金正恩就回应强调，如果敌人使用武力攻击朝鲜，平壤将毫不犹豫地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攻击力量。他还将尹锡悦称为傀儡和脑袋有问题的人。 윤 괴뢰가 핵을 보유하고 있는 국가의 문전에서 군사력의 압도적 대응을 입에 올렸는데 뭔가 온전치 못한 사람이 아닌가 하는 의혹을 사지 않을 수 없게 한 가관이었다고 말씀하셨습니다. 그러한 상황이 온다면 서울과 대한민국의 영존은 불가능할 것이라고 말씀하셨습니다. 8号，朝鲜国防科学院还进行了第2经济委员会所属多家军工企业生产的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验收试验。朝方称，此次验收再次确认可控火箭炮弹对67公里最大射程目标的命中精确度。 韩联社报道指出，240毫米可控型火箭弹由原先的240毫米火箭弹改良而成，配备制导功能。240毫米火箭炮属于远程炮，射程可覆盖韩国前沿部队和首都圈。 中国人民银行9号宣布，为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该部门已与财政部就央行国债买卖建立联合工作组，并于近日召开工作组首次正式会议。连日来，中国政府打出增量政策组合拳，涵盖面广、针对性强，有力提振了国内市场信心。针对中国近来连续释放的重磅经济政策，传递出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关键信号。国际金融机构和相关舆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9号发布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已就央行国债买卖建立联合工作组，并于近日召开工作组首次正式会议，确立了工作组运行机制。会议认为，央行国债买卖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加强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加强政策协同，不断优化相关制度安排，为央行国债买卖操作提供适宜的市场环境。 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8月首次发布国债买卖业务公告，当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1000亿元，9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2000亿元。
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9月24号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已将国债买卖纳入到货币政策工具箱，正在会同财政部共同研究优化国债发行节奏、期限结构、托管制度等。会上还宣布了降准、降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等多项政策，并表示将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人民币，创设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支持股票市场稳定发展。外界注意到，9月底以来，中国政府打出刺激经济的增量政策组合拳，涵盖面广、针对性强，有力提振了国内市场信心。9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要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9月29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强调，要加快出台实施的节奏，条件相对成熟的政策要马上推出，成熟一批推出一批。10月8号上午，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在有效落实存量政策的同时，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等5个方面，将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根据预告，国新办还将在12号上午举办发布会，届时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将介绍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一系列会议召开，一项项利好政策的推出，使得市场预期明显改善。中国发展改革报社副社长杨宇向深圳卫视表示，9月26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起到了稳预期、强信心的核心作用。相关部门也正在加快推出各类增量具体政策措施，并做好发布和解释工作。一揽子增量政策涉及多个部门的分工协作，后续很重要的一点是形成工作合力，把组合拳的组合功能发挥好。这能看出是一个连贯性的、连续的动作。它带有组合拳的性质，这种组合拳呢，既是一种时序上的组合拳，是吧，一个接着一个的这种连续的动作，它也是一个不同领域之间的一种组合拳。就刚咱们提到的，它涉及很多领域的一揽子的这种政策。另外呢，还体现了政策之间在时机上、节奏上、力度上这种相互的配合，这就是组合拳的含义。杨宇认为，眼下中国经济已进入第4季度，留给完成今年经济目标任务的时间只有不到3个月。尽管仍面临新的下行压力和困难，但随着相关政策部署落地，特别是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效应逐步显现，中国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定能够进一步夯实。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实现年初设定的今年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任务。中国经济的眼前遇到的新的情况问题很多，困难啊，我想不会一下子就消失的，所以中央强调要正视困难，要增强我们大家的信心。就最后的这个季度，它在整个这全年的经济这个增长当中啊，这个占比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未来这2个多月，大家还得卯足劲儿、加把劲儿的干，把这些政策好好的落实下去，包括企业的这种主动的创造性发挥出来，我觉得今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啊，应该还是有信心。针对中国政府近来连续释放的重磅经济政策，传递出努力提振资本市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关键信号，国际头部金融机构和相关舆论也给予了高度关注。Markets are clearly very optimistic after the PBOC's big policy moves in September. And I think after the Golden Week holiday, expectations were sky high coming into today's NDRC meeting. So leading up to the meeting,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in the market about potentially seeing a fiscal policy support package roll out. So the NDRC still covered themes alo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You know, they indicated in strengthening countercyclical measures to support growth, supporting domestic demand,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promoting property sector stabilization, as well as a capital market stabilization. So while these are all measures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I think many investors are hoping for more detail on the total scale of stimulus support. I think that the engine has been jump-started again, and I think the numbers coming out of, for instance,
it's Golden Week where people went in with a little bit more of that confidence. While I would still say it will take time for these actual changes to ripple through and for us to see them on the consumption numbers.